历经1028天的煎熬，当中国政府包机缓缓降落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当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面带微笑出现在机舱门口，2021年9月25日晚9时50分许，全球共同记住这一时刻。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是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重要时刻，振奋了党心民心，足以载入中美关系史和新中国外交史。在周一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再次强调，孟晚舟事件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构陷和政治迫害，目的是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女士终于平安回到祖国，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高兴。华春莹指出，2018年12月初，孟晚舟被无理拘押后，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使馆、驻温哥华总领馆在各个层级、各种场合全力开展工作，向孟女士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向美加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撤销对孟的错误指控，尽快让她平安回国。其他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事实上，在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中方迅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反制措施。公开报道显示，从孟晚舟被扣押至今，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公开表态200多次，痛批美国强盗行径，要求加拿大无条件释放孟晚舟。在孟晚舟被无理拘押的第6天，即2018年12月6号，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就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向加方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同月8日、9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先后召见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当时乐玉成用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描述事件的恶劣性质，敦促加方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视情况作出进一步反应。2天后，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2018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时，首次回应孟晚舟事件，表示对于任何肆意侵害中国公民正当权益的霸凌行径，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将全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还世间一份公道和正义。2019年12月1号，孟晚舟被非法拘押满1年。他发表一封题为《你们的温暖是照亮我前行的灯塔》的亲笔信。次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及这封信时直言，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衷心祝愿他早日平安回家。今年7月26号，中美天津会谈举行。在此会谈中，中方向美方明确了3条底线，提出了2份清单。在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就明确要求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1个月后，孟晚舟被拘押1000天之际，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继续就孟晚舟事件发声，表示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本质是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帮凶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是对中国企业的蓄意打压。美加一再用法律借口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辩护开脱，但国际社会都清楚，美加所讲的法律不过是用于美国的巧取豪夺、打压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毫无公正性、正当性可言。而这些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外交努力，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3年间始终不懈努力，除了持续向加拿大政府和各界人士讲明孟晚舟事件的政治性和非正义性，敦促加方尽快释放孟晚舟女士外，还在海外舆论场激浊扬清。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驻温哥华总领事也先后多次上门看望孟晚舟，或同其通话，转达祖国亲人的问候，并向孟晚舟强调，伟大的祖国和14亿中国人民是他坚强的后盾。外界注意到，丛培武大使此次全程陪同孟晚舟回国。华春莹周一也回应了有关提问。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来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本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孟晚舟顺利回国依旧是各方的关注点。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提问就有近10个。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近些天有不少的青年大学生就此事自发性的来到外交部门口送上鲜花。那华春莹在会上对此多次表示了感动及感谢。值得一提的是，孟晚舟回国消息仅在央视新媒体便有4亿多的点赞，这可比美加两国人口总和还要多。不论是此前外交部多次就孟晚舟事件发声，还是现如今的青少年献花，数亿人的关注点赞，都彰显出孟晚舟能够平安顺利的回国，并不仅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更是全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也正如孟晚舟回国当晚所说的那一句：“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深圳卫视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日晚就在个人微博上晒出了一束花，鲜花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同学们在留言中写道：“感谢强大的祖国成为我们身后最坚实的后盾，感谢外交官们无数个日夜的付出，您辛苦了！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赵立坚在微博上写道：9月26号，在孟晚舟女士回国第2天，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来到外交部门口献花，并留了字条。我们深受感动，也深受鼓舞。我们会继续努力工作，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安全。我们的外交系统，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对这个事情也是高度的关注，所以说我们是投入了大量的政治和外交资源来捍卫我们的这个公民权，然后我们的企业的利益，我们的国家利益。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斗争的结果正是我们这个外交战线取得的一场胜利。正是因为有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因为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孟晚舟才能结束近3年的非法拘押，平安回到祖国怀抱。在这其中，自然也离不开14亿多中国人民的鼎力支持。今年8月，有中国媒体在网上发起要求加拿大释放被美国迫害的中国公民孟晚舟的网民联署活动，在开始后不到24小时内，联署人数直逼1000万。中国人民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对一个中国公民在加拿大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普遍关注，以及对加拿大政府的强烈不满。孟晚舟本人也公开表示，华为的同事们在新生社区上一次又一次的留言，任何一个关于我的信息都能筑起高楼。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们在这个至暗时刻选择了给予我们更多的信任、支持和等待，这当然也成为我们更加努力的动力。每次庭审，法庭外都排起长长的队伍，大家的热情和支持一直暖在我的心头。有华为的同事告诉孟晚舟，曾有外卖小哥在外卖单上留言“华为加油，华为努力”。无数的网友们常常在各种与华为相关的新闻下跟帖，无不表达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还有一如既往的关心。事实上，当地时间24号，当孟晚舟出席完保释听证会，在法院外发表简短演讲时，现场民众就高喊“晚舟无罪”，为孟晚舟打气。25号上午，当新华社发布孟晚舟即将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的消息后，孟晚舟回国的相关话题持续占据各大国内社交平台的热门榜单。在24小时飞行雷达网上，孟晚舟乘坐的中国政府包机 CA552 航班成为最热门航班，被追踪次数远超其他航班。在航班的目的地深圳，城市天际线为孟晚舟点亮，在多个地标建筑上打出“欢迎孟晚舟回家”的字样。而在孟晚舟搭乘的航班落地前，在机场内的深圳市民高唱国歌和我和我的祖国，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有分析指，过去3年，美国对中国发动全政府、全方位、全要素攻击打压，还纠集了一群盟友对中国发起围剿，从贸易战、科技战到涉台、涉疆、涉港、涉疫情等问题上密集发起挑衅。千军重压之下，中国没有认输，中国人民更没有认命。中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挡住美国狂轰滥炸、扛住极限施压、重挫末日疯狂的世界大国。美国一脚踢在钢板上，一拳打到长城的砖上，不得不鸣金收兵，放人作罢。这一切正如王毅周一在同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通电话时所言，中国历来反对一切强权，不畏任何胁迫，
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公民正当权益的立场坚定不移，从不妥协。那些出于政治目的编造各种借口，在世界上任意拘禁他国公民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胁迫霸凌，是对国际规则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在21世纪的今天，再也不应任其横行下去了。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出来，和中国一样，坚决抵制各种非法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政治构陷，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今孟晚舟事件已告一段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不会就此放弃打压遏制中国，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已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纽约时报评论指，孟晚舟事件几乎成了华盛顿与北京冷战气氛的象征。这起历时近3年的案件的结束表明，两国领导人能够在重大争端中达成某种和解。不过，就在孟晚舟获释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在白宫同时会见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的领导人。此外，围绕华为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美国司法部针对华为的调查仍在进行。事实上，作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构陷，孟晚舟被无理拘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是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华为作为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让美国在包括5G 通讯等领域感到威胁，这才让恐惧的美国不惜开动国家机器，从诬告制裁到断供断薪，再到绑架人质，无所不用其极。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没有倒下。就在孟晚舟飞离加拿大的同一天，华为发布全新操作系统欧拉。而在全国工商联最新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中，华为以8913.68亿元的经营收入规模位居榜首。这已经是华为连续6年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首、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首，同时还占据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数榜首。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心中要清楚，我们哪些技术还存在短板，我们是否存在被别人卡脖子的这种风险。从第二点，我们一定要增强这种风险意识，就是说不要对这种科技竞争的掠夺，在美国把大国竞争和战略竞争视为他的这个头号这个战略任务的时候，我们不能低估像美国这种国家，他利用他这种各种手段，没有下限的打压这种竞争对手的这种做法。值得注意的是，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让美国国内一些保守派气急败坏。路透社报道称，孟晚舟获释让拜登遭受华盛顿对华鹰派的批评，他们认为拜登政府正在向中国以及处于两国全球科技竞争风暴中心的主要企业投降。福克斯新闻网保守派评论员彼得·施韦泽扬言，这是美国的战略撤退，还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攻击论调扯上了拜登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反华急先锋美国会议员卢比奥称，孟晚舟的获释让人严重质疑拜登应对华为和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所谓威胁的能力和意愿。利益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哈格蒂也宣称，这是对中国的进一步屈服。尽管很可能国内美国的共和党右翼会攻击说他对华软弱什么的，但大多数的包括选民，包括大多数共产党是盯着他其他的那种内政议题，这是一种双方战略意志或者战略毅力的一种比拼，这个结果是大家都看到的。也有观察指，孟晚舟事件的解决让外界对中美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抱以期待，但释放孟晚舟并不等于放过华为。拜登政府在对华技术战方面的举措可能还会升级。华盛顿日报上周五引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话称，他将寻求改善美中商业关系，他在美中紧张关系中看到共同利益，但他同时称华为是安全威胁，将继续努力阻止华为获得先进芯片。因此，晚舟虽已归湾，但中美博弈还将继续。这是反霸与围霸之争，进步力量与守旧势力之争，更是非西方国家争取平等发展权与西方垄断核心发展权之争。为了全世界所有希望挺直腰杆争取平等的人，中国使命在肩，别无选择。以美国为例的话，那就是他对中美关系的恢复正常，实际上制造了
不止这一个重大障碍，妄图这个利用这种事件来进行这个扰乱我们这个和平发展进程，这对中国的这种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这种认知没改。这个事件的这个解决，可能为我们解决下一步的问题，可以说消除了障碍，但是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周一下午，香港特区政府发布首份《香港营商环境报告》，阐述未来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发展机遇，表明修例风波、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无法动摇香港固有优势。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也指出，任何企图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行为，都将惨遭失败。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指出，今年以来，香港经济表现强韧，经济上半年按年显著反弹7.8%，货物出口尤为强劲，内部需求有所增强，个人消费开支增长，失业率迅速回落。这些发展均显示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各界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周一下午会见记者时表示，香港营商环境报告的发布有利于世界更加了解現在的香港。喺外國嘅媒體裏面對香港個了解都有一啲誤解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將我哋香港故事同呢個國際社會去説明。當然我哋生活喺香港，我哋每天都知道香港發生咩事，我哋對於香港嘅情況比較了解，心裏有數。但係同時間呢，我哋係一個全開放嘅經濟體，我哋賴以成功呢係吸引四方八面嘅人嚟投資嚟做生意。那這一次呢，香港特區政府在回歸以來，第一次主動發布自身的營商環境報告，用大量的數據，用大量的事實，讓國際社會看到香港自2019年發生修例風波以來，營商環境、國際聲譽受到了影響，受到衝擊之後，在這2年，香港是如何重新恢復營商環境，重新贏得國際社會這個特別是商界、投資界的信任這麼一個過程。我覺得這樣更有利於國際社會更好地了解香港的營商環境的情況，而不是受到一些外部勢力、一些抹黑香港營商環境的一些這個誤導、誤解。報告強調，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恢復了香港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並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創造安全穩定和有利營商的環境，投資氣氛向好。據統計，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金融市場保持穩定，聯繫匯率制度及各個金融市場環節運作良好。香港國安法實施1年後，香港的新股集資額超過5000億港元，較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12個月增加超過5成。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額超1600億港元，也較香港國安法實施前高出近7成。國際投資者繼續通過香港投資內地的金融市場。該報告還指出，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提升了特區政府治理效能，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為愛國者治港全面落實提供堅實保障。當愛國者治港原則得以全面落實，再加上香港國安法的全面實施，特區政府將可切實解決社會、民生、經濟等各方面的深層次問題，達至良政善治、長治久安。而香港也能為投資者提供更好的營商和投資環境，並在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共享發展紅利。隨着完善選舉制度工作的完成，各界對香港由治及興充滿期待。近1年多，香港總體保持資金淨流入 ，IPO 總額仍位居全球前列。今年以來，高盛、花旗等國際投行和金融機構紛紛在香港擴招職員。香港2019年發生修例風波、政治動盪以來在過去這2年，中央大力度的制定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為香港由亂及治提供了一個制度保障。可以說是在中央出手之後，香港營商環境、香港國際聲譽、國際地位才重振這個東方之珠這種亮麗的這個
风采。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周一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有力驳斥了美国所谓香港商业警告的污蔑抹黑，全面展示了香港由乱转治之后的良好营商环境和光明发展前景，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香港真实情况，增强对香港信心。报告叙述的事实充分说明，美国反华势力是香港营商环境的最大破坏者。香港中联办发言人表示，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修例风波期间，香港黑暴横行，严重冲击经济民生，践踏法治精神，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给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后，有如定海神针，让一国两制重回正轨，社会秩序恢复稳定，各项经济数据呈喜人态势，贸易带来的增长为过去10年来最高。这些都表明，正是法治的坚实保障稳定了市场，稳住了人心，让香港经济保持了旺盛生机和活力。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切有力回击了少数国家的恶意抹黑和重伤。发言人表示，对香港经济发展而言，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这份报告是国际商界在港投资兴业的强心剂。美方搞的所谓商业警告，恐吓不了国际投资者，更恐吓不了中国人民，唯一效果就是让世界看到了美国的卑劣虚伪和险恶用心，让已经一地鸡毛的美国国际信誉又多了一个永恒的污点。欢迎国际社会抢抓香港机遇，共赢美好未来。中国外交部上周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美国国务院竟回应称，美方的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清单只是北京方面转移视线的尝试，有损香港作为开放和自由交流中心的努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美方的有关说法再次证明，美方嘴上的所谓国际法，不过是完全凭借美方一家喜好，基于美方一家利益，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图谋实现霸权霸凌的马甲。这件皇帝的新衣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看透。如果美方企图在香港寻求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破坏香港安全稳定的自由，我可以明确地告诉美方，没有。那对于美国来讲，它对未来它的一个政策基础仍然是介入香港来遏制中国，所以我认为它在未来一段时间不会放弃打香港牌这么一个举措。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采取了多元的方式，包括立法包括行政等等多元的方式，是防范和遏制反制外部势力的干预。事实上，近日发布的第3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总排名较今年3月上升1位至全球第3位，实现 U 型反转。这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连续第3次提升名次。这项指数报告于每年3月和9月发布，根据营商环境、金融业发展水平等指标进行排名。曾长期排名第3的香港，此前受修例风波和黑暴等影响，2020年3月排名一度跌至第6。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最新的排名明确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金融中心的地位与实力。香港在各类竞争力领域中继续名列前茅。在过去1年多，香港社会恢复安全稳定，有利于吸引更多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前来营商和投资，并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各界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再度展现了国家的支持对香港的重要意义。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香港这个 U 型曲线说明了什么》分析指出，香港之所以拥有如此大吸引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加拿大智库机构菲沙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也再次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你好，那么今天呢，中委外长在通话时谈及孟晚舟案，委方特别赞扬中方的坚定立场，感到鼓舞和欣慰。那您对此有何评论？那么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他主动谈到孟案，他说呢，委方坚决反对任何针对中国个人和企业的单边制裁，对中方采取的坚定立场感到鼓舞和欣慰。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孟案呢也正在联大外交舞台被关注、被聚焦。那么孟案起伏转折的走向意义，对外部世界无疑是有重大启示的。
鼓舞和欣慰这两种正向的情绪，恰恰是外部世界最期待也是最稀缺的。所谓天下苦美式强权霸凌，苦美方单边制裁9亿。所以啊，普拉森西亚他的鼓舞和欣慰，当然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反应。只不过呢，今天是在联大外交舞台上，由委内瑞拉的外长他直接道出来了。可以这么说，对于晚舟归航深圳，活在美式霸凌与制裁阴影下的外部世界呢，也都长舒了一口气。不然，为什么日本网友现在呢也在唏嘘反思？如果自己国家当年在半导体领域遭遇到美式谍战与制裁法案时，能够像中国那样，那么日本的产经版图乃至国运起伏，会不会又将部分重写呢？孟晚舟的个人命运，孟晚舟深厚的国家应对与坚定立场，对外部世界也是启示所在，是鼓舞所在。中国最高领导人谈到上合组织要走公平正义之路，他特别强调指出，解决国际上的事，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那中国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孟晚舟案就是中方最有说服力的最新实践案例。那么今天国委兼外长王毅呢，也在通话中再度强调，出于政治目的编造各种借口，任意拘禁他国公民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胁迫霸凌，再不能任其横行下去了。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挺身而出。那么您对此表态又如何解读呢？在委外长主动谈到孟案之后，王毅的回应，他话说得很重。那么这也是在孟晚舟结束非法羁押回到深圳之后，中国最高层就此最直接的表态，而且呢是在联大会期这样的国际场合，所以呢更加值得外界关注。对孟晚舟案，英国 BBC 昨天标题有一个说法说，那次 PPT 演示引发了一场国际争议。这实际上一直是西方媒体对孟案的一个习惯性的误导叙事，不是 BBC 一家这么干。那今天呢，王毅戳穿了西方媒体的这种伪叙事，他说的最清楚不过，事实就是彻头彻尾的胁迫霸凌，是对国际规则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那国际规则又是什么呢？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联大视频讲话中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呢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所以啊，王毅今天大声疾呼，在21世纪的今天，再不应任由这种胁迫霸凌横行下去了。那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出来，和中国一样，坚决抵制各种非法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政治构陷，来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中国鼓舞，极力挺身而出，那些个像孟晚舟一样深陷困境、遭遇磨难的个体的权益，他们才会得到切实的保护。那么，横行国际社会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政治构陷，它的生存空间才会被大大的压缩。今天，港府发布了长达68页的香港营商环境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特别强调，报告就是要针对误导讯息、抹黑言论，为香港经济正名。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香港社会由乱而治，重聚人心与活力，当然与之同步。那么香港经济呢，也在经历所谓的 U 型反转。那这份报告它的核心讯息，正如今天陈茂波在报告发布会上所指出的，为患香港的黑暴活动和美方的无理经济打压，一度呢对香港经济和营商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呢，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中央完善选举制度，那么令到香港社会迅速恢复稳定，营商环境恢复，国家“十四五”规划呢也为香港带来庞大商机。所以啊，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香港优势独特，机遇无限，经济 U 型反转，它呢可期可及，完全有一系列的数据来支撑。值得注意的是，陈茂波啊今天还特别声明，报告就是要对一些个误导讯息、抹黑言论做出有力的驳斥。那么这些误导讯息、抹黑言论到底来自何方呢？当然是那些唯恐香港不乱的势力。今天啊，香港南华早报就在即时标题中特别指出，所谓 United States of Smear Campaign Against the City， 也就是呢美方对香港的抹黑攻势，美方插手干预香港事务，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都干了什么呢？上周中国外交部刚刚发布了一份长达102宗的事实清单，被南华早报称作为 criminal record， 所谓的前科实录。
那么现在港府发布长篇报告，列数香港经济的优势与机遇所在，也是对美方美媒各种唱衰香港论的有力回击，是主动作为。香港经济好不好，当然投资者与资本最有发言权。美国驻港商会此前调查就已表明，美商美资已经对由乱而至的香港投下了信心票，对港投资以及设立机构的个案呢都在持续增多。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知名媒体人扎卡里亚刚刚在《华人的邮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大标题是要遏制中国，美国加入 CPTPP 比核潜艇更加有效。那么扎卡里亚他的评论当然是因为中方申请加入 CPTPP 及所谓美英澳 AUKUS 三方安全协议而引发的。那么这呢，在美国智库学界中恰恰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拜登政府信奉所谓基于实力，而在扎卡里亚的眼中，所谓实力最大化恰恰来自于国家的开放姿态，来自经济的可持续的增长。那么这正是他对中方申请加入 CPTPP 保持警惕的一个原因所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以苏州过后无挺搭的这样的一种紧迫感来发展经济，来把握大湾区发展乃至“十四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让香港经济反转的 U 型曲线来得更加昂扬、更加持久。那么这才是香港对各种不实抹黑看衰论最有力的回击。这呢，也是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一个最佳的证明。好的，非常感谢管尧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中国涉嫌间谍罪的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福和康明凯以身患疾病为由申请取保候审，并于周六早晨抵达加拿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表示，对两人能够返回加拿大感到高兴。有加拿大媒体称，迈克尔和康明凯得以被取保候审，加拿大政府做了很多幕后努力。虽然加拿大方面一直否认康明凯和迈克尔的罪行，但就在两人回国当天，加拿大情报机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却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欢迎回家两个迈克尔，一番真诚告白可谓是不打自招。经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并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7条、第206条的规定，于北京时间上周六分别对加拿大籍被告人迈克尔·斯帕福和康明凯依法作出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和终止审理案件的裁定，由安全机关执行取保候审。媒体披露，迈克尔和康明凯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亲笔书写认罪悔罪材料。取保候审期间，两名被告人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取保候审决定。如有违反，中方可以在取保候审期限内的任何时候依法恢复对其涉嫌犯罪行为进行审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由驻华大使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并不常见。那么大使吧，应当是代表了加拿大的国家和加拿大的人民，应当跟这两位被告回到加拿大国内的居所地的有关执法机关要做必要的沟通，让当地的执法机关要监督这两位被告人，确保他们遵纪守法。2018年12月10号，康明凯、迈克尔分别因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罪和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中国有关部门依法拘传。之后，二人被依法逮捕起诉。今年3月22号，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康明凯于2017年至2018年以伪造商人身份、虚构经商事由的方式进入中国境内，搜集了大量非公开的涉中国国家安全等信息，并据此撰写分析报告。经依法鉴定，康明凯搜集的信息中包括数份机密级国家秘密和情报。8月11号，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依法对迈克尔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迈克尔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驱逐出境。
据有关部门介绍，康明凯、迈克尔在羁押期间身体状况良好，看守所密切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况，定期安排检查身体。被羁押以来，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向康明凯、迈克尔转交相关信件和书籍，安排加拿大驻华使馆官员对二人进行领事探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视频方式安排领事探视。康明凯、迈克尔依法享有的通信权、领事探视权等各项合法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有关部门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饮食、锻炼身体等方面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关照，包括安排二人同境外亲属通电话。这2个案件啊，中国有关的司法机关在保障他们的各项人权，我认为是做得不错的。如果他们提出了这方面的请求，医院经过专业的鉴定，确实说明他们今天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那就完全符合我们的取保候审的条件。所以这个恰恰说明我们保障了他们的医疗权、健康检查权。当地时间周6早晨，康明凯和迈克尔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的陪同下，飞抵加拿大西部城市加尔加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交部长马克加诺等官员到机场迎接。出生在加尔加里的迈克尔在当地与亲人团聚，康明凯随后也转机到多伦多与妻子及胞妹会面。值得玩味的是，两人回国当天，加拿大情报机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欢迎回家2个迈克尔，随后还欲盖弥彰地加了一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加拿大全体人民欢迎你们回家。因为发文账号的特殊性，这一操作立刻引来大批网友的嘲弄。一名自称印裔的加拿大人表示，所以加拿大情报机构欢迎2个被中国指控涉嫌间谍罪的迈克尔回家，我们甚至都不隐瞒这些事儿了吗？事实上，在这2个迈克尔抵家前，特鲁多曾召开记者会，将这2名被依法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经历渲染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磨难。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出来刷存在感，声称美国对中方的举动感到高兴，又不忘继续抹黑中方，蔑称康明凯和迈克尔受到了所谓的任意拘留。深圳卫视注意到，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境外媒体在对2个迈克尔案件进行报道的时候，多使用获释、释放等字眼，与取保候审的性质并不相同。取保候审并不是完全无条件的就释放了，就不再去追究他了，而是一种变更刑事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呢，意味着这2个案件目前都还没有生效判决。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报道，就是目前除了对这2个被告人法院做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同时还做了一个终止审理的这样一个决定。这个终不是那个终于的终，是那个中断的中。基于目前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这个暂时停止审理。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援引专家的观点，承认迈克尔和康明凯得以被取保候审，加拿大政府做了很多不一定在公众视线当中的幕后努力，包括今年年初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方进行很多沟通。而在接待迈克尔与康明凯返家后，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诺在周日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竟宣称加拿大政府对于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不存幻想，形容加方在这个问题上睁大眼睛。But our eyes are wide open. There was no path to a relation with China as long as the two Michaels were detained. 加诺还宣称，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正在不断演变，两者仍将共存，但加拿大将会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挑战中国。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回应称，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只能够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中加关系也不例外。我们希望加方能够睁大眼睛，认清形势，采取理智务实的对华政策。
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即将于明天开幕，直新闻团队将为您提供全方位的航展报道及全程网络直播。9月28、29号9点至16点，您可以在直新闻 APP 或其他各大平台搜索直新闻，锁定航展网络直播，直击2021中国航展。周一，快舟1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1颗卫星，是航天界的一大重磅新闻。深圳卫视记者就在中国航展现场采访了这款火箭的研发机构人员。此外，拳头产品红旗 9BE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以及可以以一当十的 FK2000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等国产新装备也值得一看。在本届中国航展的宇航展区，载人航天、火星探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系统等国家重大工程任务集体亮相。空间站组合体 3D 模型、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珍稀月球土壤、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10型运载火箭模型都将与观众见面。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在珠海论坛上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世界航天科技创新空前活跃，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正在向更深更远的广袤宇宙迈进。无论是在空间技术项目，还是空间科学研究方面，包括以卫星为代表的这一些应用方面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周一下午14时19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快舟1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1号高分02D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而在本次航展上，也展出了快舟运载火箭模型。快舟的研发机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工作人员向深圳卫视记者介绍了这款运载火箭的特殊性能。快舟1号火箭呢是固定运载火箭，液体运载火箭需要进行燃料加注等一系列检测，才能进行发射服务。一般它要进行准备3天，而我们只有30分钟就可以完成发射。本届中国航展还展出了多款重磅国产防空体系装备，包括首次在航展以时装形式展出的红旗 9BE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我们的作战的使命呢是拦截不同飞行高度的各种空袭的目标，包括常规作战飞机、隐身飞机、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空地导弹。并且我们具备拦截战术地导弹 TBM 的能力我们这款系统呢，它是远程防空武器系统，它的拦截的距离最远能达到260公里，高度能达到27公里同时呢，它具备很强的多目标能力，能同时发射16发导弹，拦截8个目标。